嘿，大家伙儿早喽！星期天，今天是母亲节，对不对？所有母亲们，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今天第3个训练日，今天又要在大阪城拍点东西，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晚一点点。今天还是穿的这双阿迪达斯的 Adidas 9。穿双薄底鞋，今天咱们就分享一下几年之后再穿薄底鞋什么感觉。天儿不错，我看大阪城那儿很快又有比赛了，你看前面立着的那个告示就是过去看看。看大阪城铁人3项5月25号，这条路可能是自行车，游泳是在护城河里。咱们分享一下我脚上这双阿迪达斯的 Adidas 9，这的定位是一双薄底鞋。从几个方面说啊，首先第一个直观感受是，如果今天我不是为了说这双鞋，分享这双鞋的感受，我今天就不穿了。就累了以后特别不想穿这种鞋。我买薄底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场地赛的薄底鞋，因为场地赛我倒不是说要跑多快，而是说上次穿完 Dragonfly 跑那5公里之后5000米之后，第二天和当天晚上开始小腿疼痛，因为薄底鞋对小腿肌肉和跟腱什么的要求比较高，压力也比较大。我上次有这疼痛还是那年穿了一次虎走，所以买了这双鞋。这双鞋不能参加我那场地赛，它底儿还是厚，可能20多毫米。那场地赛的要求是20毫米以下。咱们先从这双鞋就薄底鞋这感觉上来说，薄底鞋跟厚底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其实以前也不是都只有薄底鞋，以前缓震系的也都是厚底鞋，但是那时候你跑这么说，你马拉松跑进4小时了，那个时候你去参赛，大部分就都穿薄底的了。比方说吉普乔格飞鞋垫那双，那是 Nike 的Strike 好像是，对吧？然后还有阿迪达斯的 Boost。那时候运动员穿薄底鞋跑到203，太厉害了。这双鞋什么感觉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觉啊。如果我穿这双薄底鞋，我稍微一不使劲，基本就停下了，就这感觉。就是它每一步的蹬起都是，甚至包括落下，都是要自己100%来发力。就这鞋底儿，现在以前阿迪达斯说他那 Boost， 说我们这鞋底儿有多少回弹什么的。我觉得在跑步这件事上完全可以忽略，因为体重还是就人还是挺沉的一种生物，再加上有落地的更多的这冲击力，那这种薄底鞋缓震都可以，或者回弹都可以忽略，缓震不能忽略。然后这双鞋给我的感觉和以前的穿最早那种薄底的鞋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它的缓震比想象的好得多。就是你告诉我如果单从缓震上说，这种平路不太能感受到它是一双这么薄的底儿，这是我买之前没想到的。所以薄底鞋就是你的落地蹬身都得靠自己来，完全没有推进感，也没有那种就刹不住的感觉。当然现在碳板穿多了，有的时候那种刹不住的感觉也就习惯了。然后再说它对人要求会不会更高，会更高的。而且这鞋的感觉是这样，我买了以后当天下午跑了一个7公里，没有什么明显差别。然后第二天早晨穿着它跑18公里，过了14、5公里就真的不想跑了，我觉得没劲儿，
觉得特别累了，小腿有点僵。就穿这双鞋的落地和发力的感觉会更偏前面一点点，不自觉的。因为第一它的坡差小，第二底儿薄，第三是就是它因为鞋给不了你那个回弹，你就会不自觉的向前倾。这是我的体感。这双鞋对身体的压力会比踏板鞋大得多。那就有小伙伴说，那是不是应该换成薄底鞋去练的，就诚心找点负担呢？我其实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如果您的训练目标就是公路赛的马拉松，我个人认为在马拉松跑进2小时50之前，薄底鞋对您的作用就可能弊大于利，或者利弊兼半吧。就能力越差越慢的时候，弊就越多。个人认为啊，因为它会增加您受伤的风险，降低跑步的愉悦性，而通过薄底鞋带来的这些负担，并不能很好的提升您的马拉松成绩。真心话，因为它就跟你说，你没见过专业运动员在腿上绑上沙袋跑步的，对吧？是一个道理，就是它的长期作用没有那么明显，就效率比较低，这是我的观点。除非你有场地赛的需要，像我这场地赛就是我想不一定以后能跑多快，而是我想场地赛之后不会那么辛苦，所以穿它适应。但是这个不能完全模拟，甚至完全不能模拟。它最多就是，今天我已经跑了快10公里、9公里了，感受到了小腿比平常更多的压力。但是呢，和穿那么薄的底儿的场地赛的鞋比，这我跑完18公里也完全不腿疼，最多就是当时累，回家也就休息过来了。所以可能没有完全实现我当时的那个买它时候的目的，这是一个小的，算是小遗憾吧。场地赛那鞋就跟原来那虎走似的，回头看看是不是弄一个最早的那虎走。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的能力，你让我再穿那个最早那特薄那虎走，我其实仍旧不敢穿，那弄不好就受伤了。跟腱、小腿还有脚踝内侧，因为确实，那科技的进步，那就是体现在这些东西上。所以我才说，如果您的目标是公路马拉松，那就穿路跑鞋就好了。现在精英运动员或者是精英爱好者，大多数也都是说，在轻松跑、慢跑的时候穿一双慢跑缓震鞋。因为本来平常训练就太辛苦了，没必要在轻松跑的时候再穿一双特薄的底儿的鞋折磨自己。真心话。那什么人适合这鞋呢？我觉得单纯从训练上来说，像我这种有场地赛目标的可以试试，剩下的就单纯是情绪价值了，就是喜欢这些。我没参加场地赛之前，我在店里就看见了，我一摸我就觉得，我挺喜欢这质感，然后也轻，就仅此而已。真心话。还有就是高水平的业余精英可以穿它没事找找感觉，但是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昨天那5公里跑的我心惊胆战，因为昨天那4分配的5公里是最近这5、6年第一次穿薄底鞋跑这么快，而且也有不一样的小体验。昨儿踩一块石头，前脚掌，石头大概比鹌鹑蛋小一点，特别疼那一下，觉得硌到肉了。这就是薄底鞋跟厚底鞋的区别。而薄底鞋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就是它因为没有什么回弹，所以也不用考虑什么衰减，你只要磨不坏你就穿吧。
也没有什么支撑，真心话，就这双也没什么支撑，所以它对脚踝、小腿的力量要求还是挺高的。我觉得我能驾驭，但是我判断，如果2019年、2018年时候的我，虽然那时候也接近3小时了，2019年我跑到3小时02，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驾驭不了。也不是不能跑，跑完会比较难受，然后出问题的风险增加。对，好处就是不用太考虑衰减。这双鞋你要是节省着穿2000公里也行，而且呢，不跑步以后可以通勤。还有就是因为不用太考虑衰减，你可以跑步通勤混着穿，你也不用像碳板鞋似的，碳板鞋你通勤穿不舒服呀，走路对吧？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跟出去比赛似的，愿意带着鞋穿上走路的。你就说这鞋站一天走一天路，是不是它就增加它的损耗呀？但是这种薄底儿鞋完全不用考虑。我现在走路那双鞋还是 Nike 那这基本叫个飞鞋垫那双，依然跟刚穿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因为本身也就没什么劲儿。不过呢，就是说踩石头这事儿，就这种薄底儿鞋，你老不穿以后，猛地一穿，路感还是特好的。就是现在我已经不觉得了，刚穿那2天，就觉得每一步都能踩在不一样的路面感觉上，还是就好久没体验这种感觉，想试试，就这么回事儿。哎，清晨7点10分，我们在大阪城，好天气，在烘焙店。今天在这儿拍点东西，所以在这儿吃早饭，家属在买早饭。跑了15公里，停的时候没停表，整体平均配速5分19，平均心率138，最快1公里4分39。今天就还是轻松跑，给大家看看这双鞋，还行哈。看这种鞋底儿，橡胶底儿，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行吧，那就这么着。最后再一次祝所有母亲们节日快乐，也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